要想红石玩得好，就得学习最新的技巧。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乔哥。那么最近在我的生存当中呢，我打算做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熔炉组。大家可以看到我眼前这里有1、2、3、4、5、6排熔炉，每一排熔炉呢，我这里放了有50个，左边25，右边25，这样一共它的熔炉数呢有300，然后加上这个侧面还有一排。那么这里我放了20个，总共加起来就是320。为什么这里是320呢？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堆了这一排矿车，这个漏斗矿车呢，它有5个格子，每一个格子它就是64乘以5，那当然就是320。所以这里的矿车如果它跑完一整圈，就正好可以将里面的物品全都给烧掉。那么一谈到熔炉组呢，就不得不讨论到这里的怎么样给它提供燃料。我们提供燃料当然还是用复制地毯的方法，当然这里复制地毯它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它像这样开着，有的时候呢你退出游戏重新进，它就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就会成这样啊。我已经退了3、4次游戏，它就会成这样，它最后就不能动了，我们必须重新激活一下它才可以动。那么我们要做到像这样抗卸载，我们就必须给它加一个脉冲。这里的脉冲呢，可以是这种脸贴脸的脉冲，也可以用中继器，你往上面摆一个循环也是可以的。当然这里你如果给它用脉冲，无论是中继器的脉冲还是这种脸贴脸的脉冲，都会使原本的这个频率减慢。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好，这是它的元素它是有这么快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循环脉冲给它接上，可以看到它的速度变慢了一点。那么也就是说，这里的地毯的复制效率会减慢。那这一边我选择的抗卸载的方案呢，是在这里给它接了一个侦测器，朝着下面是一个漏斗计时器，里面放了有1组多的物品。其实这里的抗卸载的这个装置啊，也大可不必非要做。由于这一边复制地毯也不是经常复制，它只是偶尔会复制一下。我这里也是做了一个检测的，会检测这个末尾。如果这里末尾的这个地毯数量不多了，那这里的比较器它发射的红石信号就不会那么强。如果没有那么强，这里的信号就没有，然后这边的地毯的复制它就会开始工作。比如我们把这里的红石线把它打掉，它就会开始工作。好，把它补上。我们接下来呢，就从头到尾来介绍一下这个熔炉组的它的工作原理。我们先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往里面丢东西的一个入口。这里呢，我们烧制物品并不是丢到箱子里面，或者是直接丢到这个漏斗矿车里面，而是通过这种一个弹射器把需要烧的物品弹射上去。好，我们这里就直接拿这个箱子，这个箱子是我提前准备好的，我们直接按 Ctrl， 然后加鼠标中键，这样它是可以加载到这个 NBD 的这个标签。好，我们把这里堵一下，我们待会就直接像这样放。毕竟我们烧物品肯定是像这样成堆成堆的烧。好，之后再把它弹一下，弹上去之后呢，它会被这里的活塞把它弹过来。然后这里有个压力板，当这个物品掉在这上面，它会发一个红石信号，使这里的脉冲这里的脉冲它就接上了。这个脉冲呢是用来推这一摞矿车的。这里打的是4个满档也就是16T， 推一次这里的活塞，把这里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矿车全都推走了，它就可以接收到这里面的物品。这些矿车它过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满载的，就是一次性能够装载5组物品。然后这上面的这个设计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上面不能够用普通的方块比如这种完整方块把它挡住。你完整方块挡住的话，这个矿车我们看一下，现在矿车从这里走过去，它每次能够接收5组。如果你这里用的是这种完整方块的话，它就没法接收5组，从这里走过去它只能接收4组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性。这里解决方案就是弄一个不完整方块，然后让这里弹射上来的要烧制的物品
让它处在这2个格子啊，这2个格子中间，这样才可以让漏斗矿车从这里走过的时候能够接收无阻。然后这后面就没什么好说的，把该接的漏斗一接，该充能的铁轨一充能，然后这中间的投掷器呢，我这里用的是发射器啊，当然你可以省材料一点，就只用投掷器。它两边的漏斗都朝向它，这个漏斗呢，它接25个是正好能够达到它的运输上限。如果你接26个，这里就可能会造成拥堵。这里还是一个检测的，用一个比较器进行检测，然后触发这里的高频，使里面的物品把它喷射到外面，然后下面就弄一条水流的收集就可以了。这里我没有弄，直接让它们掉到虚空里面，给它销毁就行了。这里每一条水道呢，我都给它安排了2组，2个单元这样复制地毯的机器啊。每一条水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水流就是这2个，这一条水流呢就是由它2个进行负责的。然后这里比较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怎么样把矿车直接输送到上面来。我这里用到了一个气泡柱，直接将漏斗矿车它从这里开过来，就会冲到这个气泡柱里面，被顶上来之后触发了这里的半线钩。这里半线钩呢接一个红实线，这个红实线我给它打了2T 的延迟。如果你打得太早的话，这个矿车它上来就会被它给顶到，因为这里的碾叶块它就直接被推过来了，所以就没法推到后面去。那么这里的矿车这一叠矿车呢，你也不用用方块把它全都给封闭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就这样让它放在这里，它不会倒的。我们现在可以拿一个漏斗矿车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被这个水流给冲上去的。好，这个是不是很神奇呢？其实这一套机器下来呢，也没有太多很有技术含量的地方。然后有关于这个地方这里的漏斗计时器，为什么这里要放一个这个充能铁轨呢？是由于这上面这个红实线如果被激活的时候，那下面会产生 BUD 的，所以这里要用一个铁轨对它进行更新。然后我们可以来检查一下这个水流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卡住。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上面铺什么冰块，这里直接把水流泼在这个漏斗上面就可以了，是不会有东西残留在上面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很干净，当然偶尔也是会有东西掉在上面。如果掉在上面呢，那是由于它复制地毯的刚刚开机，第一次开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东西会卡在上面，但是只是卡的很少量的一点地毯，问题也不大。然后这一套机器全速运行的时候，它的 MSPT 我可以看一下。MSPT 它最终满载运行会达到10左右，我现在还没有将它开启，我们开一下看一下。然后还有一点这里忘说了，就是这里的地毯复制。我们现在 1.16 的地毯复制呢，跟 1.14 之前还是有点不一样。以前的版本地毯复制这样做的话，它推一次可以复制一次，然后拉一次也可以复制一次。那么一次脉冲可以让它复制6个地毯。以前的版本呢，这一种做法它是推一次是没有，但是拉一次是可以复制，它们都只能复制一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选择这种复制方案。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呢，我就提前给大家剧透了一下，我们生存接下来打算做一个这样子的熔炉组，如果在生存里面做这个教学的话，可能会很不方便，所以我就提前在创造档在这里做了一个样子给大家能够更好的讲解这个机器的运行过程。然后我会把存档附在我的视频简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下载一下存档来学习学习。好的，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